原来你喜欢的姑娘叫玄机啊！柳大哥，你偷听啊？嘿嘿，如果不偷听，怎么知道我们的小凤凰这般痴情呢？哎，自身都难保喽，还惦记着自己的心上人。不过你在这儿因他受罚，你的心上人知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。我们一起约定好了，要一起闯荡，一起历练，以后还长着呢。哦，还以后？你就这么有信心能闯过13届啊？当然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。我答应过玄机，要帮他找到万劫八荒镜。我怎么会让自己困死在那个13界之中？万劫八荒镜，哎，是不是那个可以看到自己前世的神镜？廖大哥，你也知道他啊，那原本是天界的神器，哎，不是说已经被打破，四散落入人间了吗？没错，我正要找齐他们。找齐他们？哎，小凤凰，如果你柳大哥跟你说，我碰巧就见过一块万劫八荒镜的碎片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廖大哥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？那天我挖密道的时候呢，哎，我正攀在苦水河的上面啊，突然呢，就有一道光刺来，哇，好刺眼啊！哎，我定睛一看，只见一片镜片静静地躺在苦水河的河底啊，跟我在宝器典籍里看到的万劫八荒镜碎片一模一样。廖大哥，我该如何下这个苦水河呢？你快告诉我呀！小凤凰，那天呢，我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，是不是万劫八荒镜的碎片，我也不确定。你何必自讨这苦头呢？我答应过玄机。那苦水河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水，那碰一下，全身跟火烧一样疼，而且越往深处越厉害。那割肉食骨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。我受得住。玄机，你为什么要答应去旭阳峰啊？你这一走，你就不能像现在一样和我在一起了。如果你受了委屈，我也不能保护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玲珑，我是去学本事的。你看，爹爹是少阳派的掌门，说出去多厉害。可是他有我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儿。再说了，这次簪花大会，我都给他丢脸丢死了。谁说你给他丢人了？我去找他算账。哎呀，玲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你那么聪明，大家都那么喜欢你，可是我呢？我总是拖累大家，给大家添麻烦，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了。而且我这次去旭阳峰是学本事的，等我学完本事，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，说不定还能保护你呢。所以你别再为我担心了，好吗？玄机，那你要是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啊，一点一点的学。你别去旭阳峰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玲珑，你别这样嘛！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？我又不是去了不回来了。好了。小凤凰，你怎么样？别硬撑啊！不行的话就上来吧。傻丫头，那好吧。那你如果要是在那边受了委屈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告诉我，然后我去告诉爹爹，把你接回来，行不行？好，我肯定告诉你。哎呀，可惜司凤不在这儿，我好想告诉他我去旭阳峰的事情。司凤，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又忘了，这是司凤让我给你的，你有了它就可以千里传音了。驱动它的话，就跟驱动符咒一样。司凤，司凤。小凤凰，找到了吗？不行的话别找了，上来吧。
放，我是玄机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病都好了，你呢？你回离泽宫了吗？回离泽宫怎么样啊？这是不是法子不对啊？那可能是司凤正好不在铃铛旁边，晚一点试试看吧。也好。玲珑，其实我还挺想司凤的。我想好了，等我从旭阳峰回来之后，一起御剑去找他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起闯荡江湖。你说好吗？是个好方法。我看等你们俩要学会御剑，还得800年吧。小六子最坏了，玄机，你别理他。玲珑，我觉得六师兄挺好的呀。玄机，你明天就要走了，我特意带了壶好酒来给你饯行。咱们今天啊，不醉不归。这就是万劫八荒镜。刘大哥，谢谢你。哼，谢我干什么呀？这都是你自己不顾死活取回来的。哎，这苦水河的苦水啊，真要命。好了，我现在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玄机。玄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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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玄机。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！哎呀，费了那么大的劲帮人家找镜片，结果人家根本不理你。玄机，玄机，还我！也许是这个铃铛坏了而已。刚刚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！人家姑娘早就醒了，到现在都没联系你，恐怕心里已经把你给忘喽。你这个傻小子，天下美女那么多啊，你非得盯着一个60不全的。我看啊，你是在离泽宫里待太久，待傻了。我说你啊，还是赶紧顺着密道溜吧，离开离泽宫，永远都不要回来，也不要去闯那个什么要命的13界。我现在对这个叫玄机的姑娘是越来越好奇了。有机会见到她，我可得好好看看，她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小凤凰给迷成这样的。哎呀，你呢，其实就应该学学你柳大哥我，年轻的时候，那是肆意潇洒，红尘过，万花丛中不沾身。哎，今天呢喜欢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喜欢那个，多痛快！我想问你，你这样对玉儿，对玉儿的娘亲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玉儿的娘亲，那年轻的时候，可是沁阳城里嫣红阁的头牌，多少人千金都想买她一笑，可她偏偏就是对我情有独钟。我回宫后，她发现有了身孕了，她居然瞒着我生下了玉儿，还抱着玉儿，历尽千难万苦，找到离泽宫来了。这女人胆子真是大。刘大哥，可我从来就没有听你说过这些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原本想带着玉儿和她娘，从此隐居山林，也过过人该过的日子。可没成想，还是被老公主给发现了。再后来，
红玉就被赶走了。离子宫的手段一向都是如此，没有什么人情味可讲。老公主本来想把玉儿也抓了，是我攥着她不得了的秘密，准备跟她拼个鱼死网破。再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，我立下重誓，愿意一辈子永远不离开离子宫，留在离子宫里受罚，换我女儿的命。不过还好，没被扔进13界受罚，要不然，真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把玉儿托付给离泽宫附近的一户农户收养，却不敢相认相见。至少玉儿可以平安的活着，我没事呢，也可以偷偷溜出去看看她，挺好的。这样也挺好。吃饭了。哎呀，人生苦短，吃饱喝足最重要。哎，你这钱袋子哪儿来的？这明明是我女儿今年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的礼物啊！你少胡诌啊！你关在这出都出不去，还能跟你那野种女儿送礼物？嘴巴里长了舌头，如果不会说话，我替你拔了就是。说，这钱袋子哪儿来的？我说，刚才离泽宫外来了个哭哭啼啼的老头，我刚好经过，他就把这个钱袋拿来孝敬我，让我给你带封信，说你女儿被人骂是没爹没娘的野种，他一时着恼就跟人打起来了，结果他摔下山崖就快没救了。混账东西，你怎么才讲？你又能怎样？你又出不去。你，刘大哥，你不要冲动，滚！玉儿出事了，不行，我得去救她。刘大哥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小凤凰，你别废话了，救女儿要紧，快走！那你自己小心。丢了面具，犯了情规，这么大的罪还没定呢，如今又放走了重犯柳奕欢，你这个离泽宫的首徒真的是了不起呀！你这个逆徒！弟子自知犯了戒规，愿意听凭处置，但弟子觉得，并非有错。7情6欲，本就是这个世上最正常不过的事了。弟子不懂，为何离泽宫会有这么多的规矩？让人活得像冰冷的躯壳一样。放肆！你竟然一错再错！你眼里可还有离泽宫的规矩？不知悔改的东西，连先祖的规矩也敢质疑，看来你这是铁了心要跟离泽宫作对。公主，这回还要袒护吗？公主，宇四凤屡犯宫中大罪，还心生叛逆。我以离泽宫戒律长老之名恳请公主，立即将此逆徒打入13界炼狱塔。请公主下令。公主，你该下令了。公主，可还记得此物？这是老公主给我的黑羽令，
让我在必要之时辅弼匡正公主之行。既然公主在处理雨丝凤之事上有失公允，那我也只好拿出黑羽令了。不要再逼我师父了，弟子愿意受罚。四凤，四凤，愿意受罚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雨丝凤不再是离泽公的首徒，以后谁再敢犯宫规戒律，绝不轻饶。就连天之骄子，也绝无例外。来人，将雨丝凤押入13界炼狱塔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玄机啊，到了旭阳峰，要多听你师父，还有你师兄的话，啊，要好好的修炼。爹，姐姐，六师兄，那我走了，你们要保重啊。玄机，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们旭阳峰一定会好好照顾玄机师妹的。谢谢浩辰师兄。玄机，走吧。玄机，你保重啊。保重啊。我走了。玄机，浩辰说你这孩子纯善而无畏，我瞧着确实。我本无意再招收内门弟子，有浩辰传接我的衣钵足矣。但是浩辰却极力向我推荐你，让我收你为徒。我再三思索之后，倒是觉得你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。师兄，你不是说师父选了我吗？还不赶紧叩拜师父！哦，师父在上，弟子楚玄机叩拜师父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旭阳峰的内门弟子，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，担起旭阳峰的守境重任。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起来吧。浩辰啊，秘境结界经过稳固，目前还算安稳。为师打算闭关，以参悟大道无情诀的至高要义。我才拜过师父，他老人家就闭关啊？这段时日，旭阳峰内外门弟子及所有事务，就全权交由你来处理了。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弟子谨遵师命。玄机，你师兄浩辰早已得为师的真传，由他来教导你的修行，我很放心。你当听从他的教诲，敬他如为师，不可懈怠。是，师父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定当竭尽全力教导师妹。师兄，师父刚才说的那个大道无情诀是什么呀？很厉害的吗？那是旭阳峰的至高功法，
修炼之人应当戒绝情念，摒弃一切杂念，达到无我忘情之境界。这也是我们旭阳峰自古以来的修行方法。至高功法，那估计我根本练不到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你在想，这功法根本与你无关，对吗？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？你呀，脸上能藏住什么事啊？常人要是做到这一点，的确需要一定的道行。但是你60未开，心境不同，天生就适合旭阳峰的忘情诀，成为守静者。哦，师兄，到底什么是守静者？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。守静者，便是我们旭阳峰弟子所应承担的使命。你既误入过秘境，当这里面藏着巨大的神力，若是被歹人闯入，必将天下大乱。守静者的职责，便是要誓死守护秘境的安全。你既能从秘境中全身而退，或许是冥冥中注定了你与秘境的缘分。秘境里有什么？这不是我等年轻弟子应该去问的。你只需要记住你的职责和使命，好好修炼。来日若是有慧根修成正果，得道成仙，也不枉此生。师兄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成仙呢？做个普通人不好吗？你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？无论是人，是妖，是魔，都想要得道成仙。也只有成仙，才是天下最至高无上的正途。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那些东西我都已经帮你放到藏书阁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的匕首、铃铛、万花筒。啊，不行不行，那都是别人送我的礼物，也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玄机，我才刚刚告诉过你，旭阳峰修行无情道，这些东西寄托了人的情思，干扰修行，一生杂念，所以啊，不能让你带在身边。哎，师兄，我不会经常带在身边的，我放房间，搁床底下，我不会经常去看他们的。不行，就一个，你就给我留一个。等你学成下山，这些东西自会给你的。那师兄，你把那个传衣铃铛再给我一下，我最后跟司凤再说一句话。本来我是想着等这边安顿下来之后，再告诉他我来旭阳峰的事儿。司凤？哦，那个离泽宫的弟子吗？嗯。玄机，你们总归是不能见面的，那联不联络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才答应过师兄会好好听话的。没办法了，反正我跟司凤约好4年后再见面的，那我就先好好练功，以后再去看司凤吧。怎么，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收了你这么多东西，那师兄再送你一件如何？这个好厉害啊！修炼之人，总是要有一件趁手的法宝的。这把千里伞，就送给你做你的命剑吧。太好了，以后我出门是不是只要带着这个伞，不仅可以当法宝，而且下雨出太阳都不用担心了？谢谢师兄。真是个爱偷懒的丫头。啊，师兄，那我有了这个法宝之后，以后是不是都可以不用练法术，打架都可以稳赢啊？法宝固然有些神力，
但是你修炼不够，仍旧是驾驭不了的。就算偷懒也没用。你可知道修行的重要性了吗？知道了，浩辰师兄。那13阶炼狱塔，整整13层，里面全都是凶猛的异兽妖灵，噬魂噬心的邪魔阵法。受戒之人，要从最底层一直闯到最顶层，才算是有生路。玄机，我这些日子恐怕要经历些苦战了，但我不会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一定会成功的走出去。师兄，我来晚了，你罚我吧。为何要罚你？因为我偷懒，早上没起来练功。人早起了，心却还在犯困，练起功来必适得其反。放心吧。师兄不会勉强你早起的。饿了？想吃？在旭阳峰虽不用早起练功，但是也要有自己的规矩。首先，一天只吃1顿饭。想要吃到这顿饭，就要学会自己御剑去追。师兄，我饿，好饿呀！忍着。那个，我房间找不到火石，没法点灯。那就学会火咒，自己点灯。着啊！又饿又黑，快点啊！再不着，我就把你吃了。
玄机，这13界比我想的难缠。我刚才穿过第1层，不过还成。只是要穿过13层，恐怕要比预计多些时间了。你迟迟没有回音，我也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。是你太笨不会用，还是把灵堂弄丢了？端君师姐，贤姬，你刚才是去采花蜜了吗？对啊，我平日最爱这百花蜜，刚刚就在山谷里采了一些。我能不能尝一下？可以啊。好甜啊！啊，端琴师姐，这个瓶子里面也是花蜜吗？对啊，是啊。那你能不能送给我呀？我再给你酿瓶别的好不好？这一瓶，我已经有想送的人了。送给谁啊？是我喜欢的人。哦，我也有喜欢的人。那你别明白我，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就会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也都分享给他。哦，把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喜欢的人。大家都是这样的。哦，好了，玄机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既已决定喜欢六师兄，那就要把我喜欢的果子也留给他。浩辰师兄，你这只小馋猫终于不用再挨饿了。浩辰师兄，我最近是不是进步特别大？非得尚可，明日便与新进的外门弟子一起教考咒法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们来旭阳峰修行，已有些时日。今日教考你们的初级咒法口诀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玄机，你是师兄亲自教的，可不要给师兄丢脸。放心吧，浩辰师兄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起，雷咒。风咒。
遁地咒。玄机，你先来。哦。谢浩辰师兄。咒法尚可，身法还需再努力些。嗯。这就是你做的万全的准备。下次不敢了。你可曾想过，若是今日下雨，把你抄在衣服上的咒语全都冲花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还好今天没下雨。偷懒不想个万全的法子。今日的考核就到这儿，大家进步不小，明天接着努力。是。太好了，把咒法口诀绣在衣服上，我就不会忘记了，而且也不怕遇到水。师兄，你不生气了吧？咒法你只要会用就行，具体用什么方式，是背下来还是带在身上，这不重要。师兄你真好，这下我什么咒法都学会了。以后回到少阳山，见到我的师兄弟们，我就给他们施个五行咒，他们肯定惊奇我，还长本事了呢。就你现在这样，试一次咒都磕磕巴巴的，可算不上本事。日后还得用功，让自己的咒法更有威力，才能真正的斩妖除魔。怎么，雕虫小技就想偷袭师兄了？师兄你看走眼了。没想到竟能破了我9窍的咒法，算你有点长进。那我就借花献佛，把这个酒送给师兄了。但是，我能不能喝点？最近馋酒。师兄，你酿的酒真好喝，简直是人间极品。少饮些，小心醉得起不来。师兄，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你说你那么厉害，又有那么多的师姐师妹喜欢你，你真的愿意忘掉世间的情缘，去练那个忘情诀，守一辈子秘境吗？我注定就是为了守护秘境而生。大道无情，方能摒弃世间纷扰，化去人世心魔。你不想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吗？朋友，我曾经的确有过一个朋友，我与他交心交情，不想他却背叛于我，犯下大错。只可惜我没能早日发现，若是能早些站出来开解他，或许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背叛，这样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。我的朋友都是极好的，他们都不会这样。人心难测，朋友未必不会变。玄机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只有潜心修仙，方能够抛下现在一切的烦恼，懂了吗？懂。你仍旧赌气，不肯修仙吗？如今的生活，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可知我来，
终是为带你回去的。等以后回去了，我们仍像从前那样，可好？